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早在10几年前，美国就已经开始研发第6代战斗机了。其中，美国空军的6代机项目启动于2014年，被称为下一代空中优势，缩写为 NGAD。然而，这个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不仅至今也没能首飞，甚至在2024年夏季还一度被暂停。当时的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将是否继续 NGAD 计划的选择权留给了美国下一届政府。而就在3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了他关于 NGAD 计划的决定。我们来看短片。2025年3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 NGAD 战斗机项目最终由波音公司赢得竞标。该战斗机的正式编号为 F-47。谈及 F-47 的编号时，特朗普特意说：“将军们选择了这个名字，47是一个很好的数字。”然而，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是因为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美军才特意将新飞机命名为 F-47。随后，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阿尔文的社交媒体发文更是坐实了这一点。特朗普称 ，F-47将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性能最强、杀伤力最强的飞机，它可率领大量无人机协同作战。这是其他飞机无法做到的。他还透露 ，F-47的试验版本已秘密飞行近5年，该机配备了最先进的隐身技术，几乎无法被探测。然而，负责 NGAD 计划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随后发布的消息，却泄露了所谓已秘密飞行近5年的真相。NGAD 项目的2种 X 系列技术验证机，分别在2019年和2022年实现首飞。尽管它们已飞行了数百小时，并取得了大量试验数据，但 X 系列技术验证机与 F-47原型机相差甚远。它们通常是基于现有机体改装而来，例如从 F-16改装而来的 X-62A 技术验证机。目前 F-47不仅尚未完成原型机建造，甚至连采用何种气动布局、采用哪一款发动机都没有确定。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将美国空军的6代机研发合同授予了波音公司，而且还赋予了正式代号 F-47。这似乎跟此前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定型步骤完全不同。那对于这一点，杜先生您是如何看的？美军战斗机的研发从竞标到最终定型，很多重要的环节。但这次好像美国特别的高效率，所以第一个点叫直跳多机。之前如果一种战斗机被提上日程，首先美国空军要提方案、提性能、提设想，然后要竞标。比如波音、洛马通用要按照自己的技术路线和能力搞出一款符合美国空军需要的方案，然后最终呢由美国空军拍板到底用谁家。另外呢就是对比试验，比如同一个项目要反复飞行、对比飞行，各种数据要严格考核。经过长期的这个对比飞试验之后，美军要认定到底哪种飞机才是美国空军的首选，这样才能够确中最终型号。现在呢，美国好像把前面都省略了，直接由总统发布，直接命名为这个 F-47， Y 都省了，也说明呢，从这个研发进程来看，这种弹引号的高效率恐怕特有玄机。第二呢，就是小题大做，一种战斗机命名的发布，美国空军就足够了。现在由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亲自发布，而且搞了一张模模糊糊的图，说明美国呢这个总统高层对于美国下一代战机高度关注。如果一架战机都能引发总统的高度重视，说明这款战机它不仅是美国空军的重要装备，同时呢在大国竞争中有特别核心的位置。
第三，通过这个点表现出了一个过度心虚。如果真的进行公开对比试验，像美国之前就直播各种重要环节和敏感环节，这次好像美国把这些东西都省略了，用了一张由电脑合成的图，而带着机翼上反角，带着很多的看不清的细节，也说明呢，美国在六代机的研发方面好像底气不足。如果六代机定义权被其他国家抢去，自己这架六代机在全球什么位置是一个大问号。那说到六代机，说到美国这个 NGAD 计划，我们这一次最大的感受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您刚才说的跳，不仅是把这个新一代第6代战机的这个原型机的制造呀、试飞这些定型步骤全跳过了，连这个编号命名都是直接从 F-35跳到了 F-47。这个47数字的选择，真的只是为了拍特朗普的马屁吗？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考虑？F-47不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而是美国总统的战斗机。那么特朗普个人的色彩是比较重的，因为特朗普啊，他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办事效率是有批评的。他认为很多的这个决策过于漫长啊，那么进行这个竞标可能会浪费时间，也会浪费金钱。特朗普认为自己能够针对美军未来的作战模式能够直接定调啊，所以呢，最终是指定波音公司研发 F-47隐身战斗机。那么对于 F-47的这个编号，美国空军给出了几种解释，说是这个美国空军是在1947年成立的，或者说呢此前也有这个 P-47一款这个战斗机，所以它是有一定的传承和延续。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美国空军成立之前就有美国陆军航空队，那么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即使说这个 P-47它在2战期间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本质上在当时也并不是特别成功的一款战斗机，所以延续这个47啊，和历史没有太大关联，主要呢还是讨美国总统的欢心。因为特朗普此前对于美国空军很多的项目是持批评态度，肯德尔呢，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政坛权力结构的一种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叫停了第6代战斗机的研发项目。那么最终啊，是把这款新式的未来战斗机的编号的命名权交给了这个特朗普。可以说呢，特朗普很开心，美国空军也松了一口气，起码后续不会面临查账的问题。而且呢，在研发的预算和这种战斗机的这个采购方面，白宫会给美国空军更多的支持。所以F-47这样的一个编号和第47任美国总统有密切联系。那虽然目前为止啊，这个设计还没有定型，但是特朗普似乎对波音是信心满满，要求 F-47在他的任期内，也就是2029年1月20号之前完成首飞。那么波音能够完成任务吗？其实如果我们稍稍回顾一下波音战斗机的研发史，就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波音的战斗机研发史只能用屡战屡败来形容。1932年 ，P-26豌豆射手成为最后一架被美军采纳的波音设计的战斗机。在随后整个2战时期，美军所使用的各型战斗机中，没有一架是波音设计的。1944年，波音推出了号称5合1战斗机的 XF-8B。然而，随着喷气时代的到来，它还没来得及被正式选中就落伍了。1962年，波音818设计方案在 TFX 项目中败给了通用动力的方案。上世纪80年代末，波音参加美军 ATF 计划并提交设计方案，结果和通用动力公司一起成了洛克希德公司的跟班。最终，洛克希德的设计方案发展为 F-22战斗机。2001年，波音的 X-32与洛马公司的 X-35就美国 JSF 计划展开激烈角逐。在垂直起降试飞阶段 ，X-32被发现在接近地面时，发动机排气容易被进气道吸回发动机中，导致推力下降和发动机过热，最终败给了 X-35。如今，波音虽然正在生产2款战斗机 F-15EX 和 FA-18EF， 但都不是波音的原始设计，而是通过兼并麦道公司得到的。
刚才的短片简要地盘点了过去近100年来的波音战斗机研发史。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波音设计的战斗机被美军相中量产装备，那还是在1932年。美国媒体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在3家参与竞标的公司当中，波音的隐身战机研发领域实力那是最弱的。那么在您看来，特朗普为什么要执意选择波音作为 F-47的研发方呢？的确，就连波音也没有想到天上掉馅饼会砸在自己的头上，估计刚出炉的馅饼会让波音公司头上发红。之所以能够捡到如此大的便宜，2个原因，首先是洛马公司现在焦头烂额，F-35战斗机麻烦不断，它是 B 型机，各种严重故障，包括不明原因的坠毁，都让目前的这个研发方出现重大的问题，而且在美军中，无论是周期的延宕，包括技术水平的下降，都让全世界对 F-35表现出了极端的负面情绪。所以如果这个大笑话依然在全世界持续，那么洛马公司有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风险。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格鲁曼公司是亚历山大，格鲁曼公司正在搞 B2扬轰炸机，但是由于跟之前的 B2轰炸机相比，它的综合指标性呢有提升，但是能不能做得到是大问题，而且成本要求严格控制，所以之前通过一架飞机赚得盆满钵满的时代有可能一去不返。如果在严格控制成本、提高性能巨大的矛盾之中，要搞出一种让美国空军满意的轰炸机，现在看来难度比较大。所以格鲁曼公司也认为这 F-47趁早交给其他公司。目前波音公司是没活干，24年远离战机的研发，从目前看呢吃不饱。如果有军品项目能够刺激它的总体收入，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波音公司的状态有所改进。所以 F-47在没有竞争、没有竞标、没有对比试飞试验的状态下，就被美国总统选定，直接交给波音公司作为研发方，好像目标是在拯救波音公司。某种程度上跟美国国内的军火利益门、跟美国军工复合体有重大关联。那除了波音公司的研发能力受到了质疑之外呢，波音目前披露的一张图片所揭示的 F-47的初步设计也引发了争议。咱们来看在这张图片上就能清晰地看到它是有压翼的。很多军迷都知道，美国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压翼最好的位置就是在别人的飞机上。那向来瞧不起压翼的美国人，为什么这次会在6代战斗机上应用了压翼呢？魏先生，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公布 F-47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选择的太过突然，无论是波音公司还是美国空军都是措手不及，只能是简单的进行这种渲染图的这样的一个公布。那么另外一张图它是在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状态，也是油爆皮炮半遮面，但是呢没有压翼，采用了一些独特的边条设计理念。所以说呢，对于第6代战斗机，也就是 F-47这样的一个项目，波音可能自己心里也没有底，那么它的设计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2张图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这说明波音在研制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过程当中，功课并没有做好。研制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比较有经验 ，F-22和 F-35都是它的2个重要的这个产品。诺斯罗普格鲁曼他研制这种空中的隐身轰炸机也比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这个储备。但是呢，波音公司它所生产的战斗机，像 F-15和这个 F-18，也就是大黄蜂，包括后续的超级大黄蜂，其实是它兼并的麦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产品。虽然波音公司此前研制过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基础验证机，但是呢，和这种第6代战斗机在性能方面、在作战能力方面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特朗普选择了 F-47的公布的日期之后，波音公司和美国空军没有办法，只能是先做出2张图应付了事。那么如果说真是像第1张图片所展示的那样，波音公司所研制的 F-47这款第6代战斗机采用了明显的压抑的设计理念，不仅不会成为优势的这样的一个代言人，反而呢会在这种先进空中作战系统较量的过程当中败下阵来。虽然着急上马，但是到底选择哪条路，自己心里也没数，没想好那从目前放出来的 F-47想象图来看，这个项目是充满了一股草台班子的味道。而如果我们简要的了解一下波音公司的业务近况，就不难理解这样的草台班子是如何出现的了。来看短片。白宫宣布将 NGAD 合同授予波音后，波音公司股价大涨。然而，许多美国媒体对于波音能否按期完成任务表示并不乐观。
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指出，波音自 JSF 计划竞标失败后，已经有24年未涉足战斗机的研发，其技术断层令人担忧。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称，在军机、民机、航天3大领域中，波音近年来丑闻不断。2月下旬，波音向美国空军交付了4架全新的 KC-46A 飞马座加油机，然而美军竟发现其中2架飞机有裂缝，导致现役89架 KC-46加油机全部停飞检查。P7A 红鹰教练机的量产时间点已经历4次延误。该机试飞中发现，在大迎角姿态下稳定性不佳，飞行员弹射通道清理设计有缺陷，还面临成本超支问题。原定2024年交付的新版空军1号总统专机推迟至2029年后，更是遭到特朗普本人的直接批评。在民用飞机方面，波音公司客机近年恶性事故不断，外界对其生产制造和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厉批评。在航天领域，波音耗费重金打造的星际客机飞船同样陷入进度延误、成本超支和故障不断的泥潭。去年还因为在轨出现的故障无法解决，导致2名美国宇航员被迫滞留太空长达9个月。媒体还指出，波音的外包工程师占比已经高达40%，这也让波音从质量控制上难以把控。刚才的短片简要地盘点了波音公司近年来在军机、民机和航天业务上遭遇的种种困境。那么，波音近年来陷入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波音这些年的新闻都是负面新闻，这个正面新闻几乎没有。而且在军机、民机、航天3个领域方面，很多丑闻都是由波音公司一手造成。目前看呢，波音公司在很多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比如737客机，当时全世界引发多起严重恶性事件，不得不停飞，而且业务量大幅度降低，安全指标在全世界被诟病。好像上了737 MAX 就感觉自己这个未来的境况就处于摇摆过程中。因为像 KC-46加油机，居然出现了这个机翼上和机身的裂纹。特别是美国空军在检查飞机的过程中，居然发现在核心最重要的这个部位还有拖把，还有很多污物，这对它的生产环节遭到重大影响，造成了全机队的停飞。因为像红鹰教练机也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很多方面都说明，波音公司技术断层很厉害。如果按照之前波音公司最辉煌阶段，不可能出现类似的状态。但如果战机竞争失败，大项目无法达到，这样的人才流失，包括技术上的无法延续，将会对波音公司今后构成特别大的影响。另外，波音公司近年来80%的工程外包，表面上是波音这个大字写在这个产品上，但是它由外方和外包来获得。这样如果不是这个纯正的波音公司技术路线，不是波音公司技术管理，它的各种细节将严重缺乏约束。那6代机项目您怎么看它的未来的走向？特朗普亲自公布 F-47衍生战斗机，就是为了给波音公司强行续命。刚才提到的波音公司的这些问题，已经导致波音的股价接连下挫，不断的这个大跌。但是呢，当特朗普公布了 F-47衍生战斗机项目，并选择波音公司作为研制和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之后，波音的股价终于是有所反弹。特朗普曾经提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大前提就是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除了巧取豪夺，从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去抢夺这种高端的制造业之外，那么特朗普政府可能也会向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包括波音公司这种100年的航空老店，要注入大量的资金。但是呢，不能直接给钱，只能是给军方的订单。如果没有 F-47衍生战斗机的项目，波音公司的下场会非常惨，有可能会出现破产的情况。这样的话呢，会有大量的产业
工人和工程师、技术人员失业。那么对于特朗普他此前提出的口号，可以说呢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所以呢，特朗普选择波音公司去研发和制造 F-47这种新式的隐身战斗机，不仅仅是出于对波音公司的偏爱，可能和他的执政理念也密切相关。但是波音它在隐身战斗机的研发方面，技术是存在巨大的欠缺的，而且呢也缺乏完善的这种研发的团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想要打造出作战能力全方位超越 F-22和 F-35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波音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如果 F-47这个项目再次的搞砸了，那么波音它最终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解读了美国公布的第6代战斗机 F-47，也回顾了波音公司的战斗机研发史，以及波音近年来在军机、民机、航天领域所面临的重重困境。显然，特朗普所说的 F-47已经秘密试飞5年，完全是混淆概念。而特朗普所期望的 F-47在其任内实现首飞，恐怕也是难以实现。F-47会不会像 F-35项目一样陷入管理混乱、成本超支、故障频发的泥潭呢？我们会持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